好，欢迎回来哈。我们其实这一段要来好好讲一讲，到底美中两边他们目前正在做什么，在意些什么啊？原因是因为两会呢闭幕之后，现在里面呢就有特别提到了一些共军跟美军之间的问题，因为这次习近平有谈到了嘛，新兴领域战略能力会关系到国家安全，关系到军事斗争主动。那这里面呢，他们特别强调了一个网络之外，还有另一个就是航天了。希望在这两边呢，希望航天能够增加太空攻击能力。这里头在两会当中的一个亮点，就是全国政协委员。大陆的太空人王亚平打了一通电话，到外太空去，来看看这画面。呀，汤指令长好，王委员好。哎呀，太高兴了，接到你的电话。你现在是不是已经在参加两会了？对，我已经报到了。你们在天上有没有什么好的意见建议啊？也可以告诉我，我会把这些意见建议带到会上。好啊。重返太空呢，也是我最大的梦想。我已经实现了太空漫步，那么也希望有机会能够实现月球漫步。好，有实现太空漫步之后，希望能够实现月球漫步。但大家发现他是用什么？他是用手机在打这通太空电话。那目前呢，他们就讲了，航天员上天带手机呢，可以随时打电话。这个呢，已经变成了他们现在新的一个已经正在进行当中 ING 当中的一个新的科技了。目前呢，他们除此之外也发现商业航天要开始写进他们的政府工作报告。好，今天呢，现在在外国已经有很多这个商业航天了。那他们现在呢，就特别写到说呢，现在希望把商业航天、生物制造还有低空经济等变成他们新增长的引擎之一。其实，在商业的部分呢，他们还包括了到目前为止啦，去年呢，他们总共有67次的航天发射，里面有26次是商业发射，而且现在呢，发射卫星的成功几率达到96%，这个是蛮高的一件事情。同时，现在呢，他们有非常多的发射基地嘛，包括哪里？包括说呢，他们现在有文昌航天发射基地，然后呢，也有这个其他的地方。那酒泉、太原、西昌、文昌里面呢，文昌这边他们之后可能会变成是一个商业的航天发射场。这一些呢，他们希望能够按下加速键。火箭上面也要有所努力，同样跟航天有关。小型猎鹰的火箭智神星1号呢，今年开始首飞了。那这一些呢，都可以搭载更多他们未来希望能够进到太空的东西。而另一个部分呢，则是俄罗斯现在要开始跟他们一起来做核反应器计划。等于是什么？等于是双方要开始一直以来都有合作，但在核反应器，也就是核能的这一块，他们已经准备就绪，要来提供新的动力。好，这一些呢，都是在中方他们未来这一段时间航天科技的发展已经把目标给列出来了。那美方怎么看呢？最新消息，中美之间我们先前一直在讲的科技协定呢，这个其实不是只是跟商业有关，比如半导体啊、晶片等等，是整个科技，可能也包括航天科技这一块里面的。这些中美科技协定，现在美国方面讲了，他们要再续签6个月，但截至目前为止呢，说是还没有发布相关的信息，只是在半导体战的这个部分会先进行，因为他们现在考虑要把长兴存储放进黑名单里头。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就会进一步的遏制中国的晶片发展。那在里头呢，有可能会影响到什么？包括了智能车的晶片，好，包括了美光、三星，然后 SK 海力士等等，有可能就因此受利。但是航天这一块，像很多人就觉得了，在这一块上来讲的话，可能大陆两会把这个东西拉到前头来，那就是他今年的重中之重。请教介大师怎么看？我想中国大陆这个所谓的商业航天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商机，还有一个完整的计划。因为我们知道手机进入6G 时代的话，它是基本上它是不是用基地台来做中继站，它是用低轨卫星来做中继站。那这个低轨卫星的数量是非常的大。那中国大陆现在已经把很多这些低轨卫星的研发，甚至发射火箭这一些工作，已经有一些就是说民间的公司已经参与了。那我知道就是说，包括这个卫星，包括这个低轨卫星，卫星本身，
包括这个火箭啊，基本上都已经有很多商业公司了，有上海有公司，事实上也有这个，我记得上次看到吉林也有公司，那都是第一个显示中国大陆政策已经比较开放。因为这些过去用的都是国家的资源，你要让这个民营企业参与里面啊，而且做这种比较好所谓的最终端的这些好产业的话，那是你要政策要配合。那我想这一次的这个比如说两会中间的政府工作报告，明确的把这个商业航天写入到这么重要的这个政府的工作项目里面啊。我想也是给这些民间想要投入到商业航天的这一些企业，跟个人哈，是一个政策上的定心丸。是，然后就他这个政策就很清楚了，他可以尽量在这个领域里面哈，去怎么样去持聘，去哈开展出一片空间啦。我想就是说，现在大陆事实上的话。你看这个股市来讲，还有一种特别的一种类别哈，叫低轨卫星概念股。那这些低轨卫星概念股，事实上的话，现在也在股市上也算受到大家的关注哈。那么哈，这个相关的公司就有9档，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商机啦。那这个我觉得跟整个大陆对于航天事业发展的它的长期规划。是非常非常有关系的，也就是从纯国营到一个公营国营并行，然后给一个就是说民营企业也在这样一个很大的商业市场里面一个共同贡献的机会。那所以就变成就是说，我觉得这一块又是中国大陆找到一块很大的商机，因为这个商机事实上市场无限大，可是呢。你能够进入到这块市场的国家是不多的，所以最后能跟中国在这个商业这个航天里面能够竞争的，大概现在就是美国，对，大概就是美国，其他欧洲的话也是落后。另外一方面的话，你看这个俄罗斯，它也跟中国大陆是合作的。那美国过去它这个航天它走的是比较国际化路线，那事实上它在这个火箭的部分在尤其像这个航天的共同发展综合开发，像那个国际航空站它还有很多的这些重要合作计划，里面火箭的部分都是委给俄罗斯去做的，所以现在美俄的关系怎么讲一破裂以后这个过去美俄在航天方面的这个合作就产生裂痕。俄罗斯就想把它这个火箭的发射就撤出来，那你也看美国也很急着想要在火箭这一块赶上来。可是你记不记得，就是有关他们这个登月计划的那个火箭多次的失败，所以我觉得这个中间很重要，就是国家的政策。所以你看中国大陆这次用两会的通过文件来这个发展商业航天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政策。好，其实这几年我们一直听到美国他们怎么样在航天这一块，我们发现呢，它是希望民间结合军事，希望能够一起来做。那现在又看到了中方他们特别把商业航天写进了政府的工作报告里头，是不是其实他们也是举全国之力要开始来拼这一块？来请教一下肖舰长。只要大陆进入了商业航天这一段，那就是可怕的开始。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它基本上来讲，它是一个技术突破。技术突破之后，它很快就会形成规模经济。它形成规模经济之后的结果是什么？就是白菜价格。那当它形成白菜价格的时候呢，那就变成那个发展不是我们想象的。我们之前有看到什么？我们之前看到的比亚迪电动车不就是这样吗？它现在就是到各国去，各国都非常害怕，然后而且甚至特斯拉也不是他的对手。那我们刚刚讲到有关于华为的部分，我们看到这个全国政协委员这王亚平，他手上拿的这个，其实80%甚至90%应该就是华为的手机。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它可以直接的跟那个所谓的36000公里的同步轨道上面的天通1号联系，然后天通1号很快的也可以在这个角度里面跟所谓的天宫
太空站上面联络啊。天宫太空站它的高度呢，其实并不高，大概就在389公里左右啊。那也就是说，它其实就是展现了，借由这一次展现了中国大陆它的一个太空实力啊。那刚刚那个介大使有谈到有关于商用发射的部分啊，那我们这边所看到就是前段时间热议的朱雀3号，朱雀3号最大的不同，也就是它发射之后，它的第一节火箭可以返回之后，然后重新落地，那跟马斯克的 SpaceX 非常相像，重复使用。对，那可以重复使用。重复使用呢，其实它有几个重点啊。第一个，它讲究的是环保，也就是它不必重复的一直打造。第二个，因为它回到那一个定点，那个定点其实不论我们刚刚讲到的西昌啊，或者是酒泉这些发射站附近，其实人烟都相对比较稀少，然后也就是比较安全。最重要的是价廉，因为它跟那个发射一次使用量来计算的话，相差大概近100倍啊。所以我们这样讲啊，他这样做，那他到底是为了什么？他其实我们还记得吗 ？SpaceX 当初做完这一个猎鹰9号火箭之后，它下面做的是什么？它下面做的是不是 Starlink？ 也就是现在中国大陆国卫卫星已经准备好了，因为它的发射载具已经 OK 了。那也就是在2020年啊9月11号，那个大陆向 ITU， 也就是国际电信联盟申请了12992个位置，那个到底要放什么？那个通通都在近地轨道上面，也就是现在这个Starlink 控的部分，那也就是未来在可预期的未来，很快的在中国大陆称为这叫国卫卫星啊，它也会在满满的天上，所以我们一直讲说要拿 Starlink 来作为我们军方使用，这根本就是一种错误。为什么？之前我有讲过，因为解放军已经发展出来干扰卫星的方法了。好，在航天这一块哈，看起来这双方真的是你来我往。那请教一下彬哥，你怎么样来看？原因是因为如果是这样的话，其实大家开始来看的是航天，看起来中俄要联手了。那美国现在呢，在半导体这一块，想要先把它都卡死。某些层面，我们还是发现说他想的蛮远的。原因是因为他真的能卡的，他全卡。他现在就是要防止中国大陆能够在晶片这一块领域超车嘛，所以他就是当然是全力阻挡，而且未来一定会越挡越多。他会把所有可能协助让大陆获得高科技的来源全部断死，所以他要逼着中国大陆自己去看，有本事你就自己发展出来。那大陆也知道这样的一个现实，所以他已经聚集了200-300亿美金的资金，不断的在加强在这一块的投资。那当然。投资是一回事，能不能够研发出来又是另外一回事。所以大陆当然自己也很急，如果他不能够在关键的时刻赶上这个时辰的话，他在这一方面就会被打压下去，对他的科技发展一定会造成影响。所以这几年应该是个关键时期。那大陆当然，他跟美国的竞争是全面性的，他们不只是在地面上打，在空中要打，在太空也要持续的斗争。所以中国大陆当然也急于一直提升它的航太的能力哦。那他除了学这个SpaceX 去做这种重复利用的火箭之外，那它也要加强自己的商业火箭发射能力。因为过去其实俄罗斯的就是商业火箭发射能力是蛮成功，甚至连美国都委托他做。那但是美国现在因为俄乌战争影响，也不能再叫俄罗斯来做这一块。那中国大陆就想说，我是不是趁这个机会能够接替，然后我能够扩大我在商业上面的影响力？那实际上有商业的这个活水灌入的话，刺激它的航太进展应该是会更快速的，所以他当然野心勃勃，想要朝这一块发展。那他的火箭发射成功率其实算是蛮高的，你去看欧洲的发射，大概甚至还比中国大陆的失败率高一点，所以中国大陆的火箭稳定性是还不错的。那当然一些技术上，它还是在不断的提升当中。那可是呢，他要在月球建这个反应堆，我看假设真的被他们搞成了，美国的反应应该会非常激烈。
因为他一旦他把反应堆都弄到月球上面的话，他就是打算在月球上面建立永久基地。是，那建立永久基地的话，因为谁能够持续的在那边运作的话，谁就等于实质占有。虽然目前我们人类是认为说月球不应该是属于任何一个国家的，对，可是问题是他有能力去，你没有能力去，那就等于是他的。对不对？不就是这样子吗？所以对美国来讲，他应该对这个东西非常头痛。美国当然现在也宣布他要重返月球的这个计划，他也不断在推行。但是最近会发觉他们的这个进程好像发展的不是非常顺利，所以我觉得在航天这一块，双方竞争也非常激烈。那中国大陆能否超车，就要看他灌注的这些力量到底够不够。好，因为我们看到了中俄如果合起来的话，我还记得 NASA 那个时候他们的这个太空总署的长官哈，他们去到听证这个国会听证的时候，特别强调一件事，一定要有预算，我们一定要赶快在这一块，因为月球快要被中国插旗啦！哦，那个时候呢，他要预算的时候，他用的理由是这个。那目前看起来，确实大家呢都在登山，谁能先到山顶呢？我们等等广告回来继续来谈谈，还有哪一些美中重要事项。好，我们要来看到的是哈，现在呢，大家都讲了，电动车当然是一个趋势，但是呢，当美国一直在指责说你们中国电动车不能进来，资料会回送的时候，大家想问问美国自己的电动车呢？好，为什么会开始有这样的一个讨论？原因是因为这一位他叫做赵安吉，他其实呢是赵小兰，也就是第一位这个华人的部长啊，他现在呢美国部长，他现在他的这个小妹谜样离世，为什么开始有阴谋论？好，主要原因是因为他当天呢说，在发生事情的当天，他其实是跟他朋友去聚会，结果呢离开了宾馆几分钟之后，他开车嘛，自己开车，但他忽然打电话给他一个朋友，跟他讲说自己呢是进行3点式的掉头，但是呢把车打到倒车档，不是前进档。他就想问这车子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因为车子在倒退的时候越过了路体，进到了池塘里头，而且这个车已经在快速的下沉当中。朋友听到当然都很紧张，赶紧呢冲到现场去。然后呢到那边的时候，他们还赶紧有人跳进去，有人打电话请求报案救援。后来在24分钟之后，救援队到了，但是已经有些来不及了。最后呢，他就这样因此而丧命。大家开始在问这么一件事情，大家想问的是，如果是这样的话，是不是车子真的是这些智能车会有些问题？甚至呢，还有这个网络上面大陆的网友在讨论，他说他们有理由怀疑了，美国情报部会不会远程操控了这台车的后门，使得它连人带车的掉到池子里面，导致溺亡。好，这样子的一个事件，大家开始在讨论。其实呢，过往当中确实啦，2015年的时候呢，就有杂志摊出来说，有研究人员可以远端的入侵到车子的电脑系统。当时呢，他们还赶紧召回了车辆。2017年的时候呢，也说成功的破解了 Model X 可以远端操控汽车。而当时呢 ，CIA 说还考虑实施一项针对于联网汽车的任务，可以远端操控汽车执行任务的能力。这一连串看下来，开始有人讨论会不会真的这一次的事件不是意外，开始有阴谋论的说法。而其实呢，说到了赵小兰，她的先生呢是刚刚才宣布退休，非常知名的共和党参院的这领袖，他就特别提到了说呢，基本上这个小妹的过世对他们所有的人来说是一段非常艰难的时刻。现在的这一些，甚至还有著名投资家出来爆料，因为赵家其实现在如果知道追过他们家的这个一脉的故事的话，会发现这个华人家族呢，现在在大陆在美国发展的是非常的好，而且呢，每一个呢都非常的出色。他就特别提到了说，这个牧场呢是在这个他们赵小兰夫妇所有的牧场，他们也要问说，到底他们跟这个小妹的死有没有直接的关联？这一些通通在网络上面都有各式各样的说法。那当然，大家想知道就是智能车到底安全不安全？如果美国会担心资料，比如中国车进来，
资料会传送回中国的话，那大家是不是也应该担心一下美国车、智能车，它是不是也会有所谓安全治安问题？因为呢，现在其实大家都在防啊，防什么？防窃密贼。好，带你来看到是大陆国安部他们发文了，他们强调有一个军事迷这样子的一个网站呢，他们说现在已经涉及了军领域的间谍窃密还有泄密案件的高危群体，已经是3个月里面第2次点名，这里面其实聚集了非常多的军事爱好者，那这一些有没有可能已经碰触到国家安全红线，是红线底线了？军事迷以后还能迷军事吗？不知道未来是怎么样一个发展。而 FBI 的边的局长呢，则直接讲了，说就他的理解啦，中国所窃取的个人企业资讯是比其他世界上的国家还要来得多，但是中方也要问啊，那当时呢，他们所逮捕的这个说号称是加拿大的间谍，现在他们赫然发现这个间谍竟然回到加拿大之后，政府赔了他700万，他们就想问，那这样子真的他不是间谍吗？你们用700万去跟他达成和解，那是不是在打脸自己呢？加拿大总理杜鲁道的讲法是说，我们给他钱不是因为承认间谍行动，那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他用保密这2个字拒绝透露。大家开始在思考了，这一些层层关卡之下，是不是真的有很多不为人知的秘密？请教一下介大使，您怎么样来看？好，因为赵小兰基本上呢，在美国政治史上也是蛮有名的一号人物，因为呢，他算是第1位的华人部长。好，可是现在他的小妹发生了这个惊人的意外，大家开始来问智能车安全。对，当然智能车也有它的问题了哈。不过这个说，这个赵小兰的妹赵安迪的这个意外死亡，事实上是在2月11号。那最近才把他就是说意外死亡前的一些细节最近才开始在媒体上出现。那过去一段时间看起来赵小兰他们家人都没有对这个非常低调。我想主要原因就是说他的死亡以后这个美国很多这些有人就在里面做了很大的文章，还把它描绘的非常非常的怎么讲？复杂啦，那不是这么单纯，你知道？我看了，我在那个时候我就看到网上在传，就赵安吉的死大阴谋如何。不过这个都指向一点，就是指向说赵小兰家族跟中国大陆的高层这个非常密切的政商关系，甚至影射说赵小兰他们这个家族事实上。就是美国在中国美国呢，在中国大陆在美国的高层的政商关系的一个关键的代表性人物，而且是这个里面有非常多的怎么讲相互的利益的输送，因为这里面特别提到说这个赵安吉曾经担任中国船舶及工业集团的董事。那这个中国船舶工业集团，事实上的话，也是中国大陆很多这个军工产业都包括在内。那是美国方面事实上有制裁的一个公司所以这里面就绘声绘影而且认为还有这个有时候他就说是在重大的压力下，赵小兰是选择轻生。那这个重大的压力到什么？而且把这个上纲到这个赵小兰跟他先生。也是 O'Connell， 就是美国参议院的就是说多数党的领袖，是，也就是在美国政坛举出轻重的这个O'Connell， 那他们是不是因为跟中国大陆有这些家族的利益关系以致在这些政策上有替中国大陆护航的，那这些绘声绘影的太多了，不过基本上就是朝几条线，一个这个家族跟中国大陆的。现在中国大陆的关系密切，而且有非常深密的怎么样这种政商的利益的结合另外一方面就是说，那这个所有涉入的人呢，包括赵安吉的先生，他先生也是富豪背景是，然后包括赵小兰，然后呢包括这个O'Connell，这个赵小兰的先生。那么跟中国大陆，比如说他提出来这个大陆当时的国家副主席王岐山，这些都是有关系的。
这我看影片中还有一个就是说，当时赵小兰跟王岐山的对话的也好，在这个一个重要的国际场合，两个人在讲话的那些影片都出来了。可是现在我觉得，就是因为这些谣言传得太离谱了，所以把赵安吉他的死因真实的死因现在暴露出来。那这个我觉得才是真实的。那里面所有的阴谋论这些造谣生事带风向，我觉得都是别有用心的啦。是，请教一下小警长怎么看？有关于赵安吉的这个不幸啊，那我们这边其实啊要做一个贴心提醒啊，也就是我们现在的车子啊，除了我们刚刚讲到智能车之外，另外我们使用电动的那个电动窗啊，也就是如果一碰到水的话，电动窗就已经无法使用。所以我们的车上一定要有什么？第一个要有击破器，你可以打破玻璃；第二个你要有刀片，那可以直接把你的安全带割掉，因为如果发生车祸，安全带可能卡住。第三个，它有警示灯啊。那现在所有的汽车百货都有卖这样的3合1的组成，所以大家车上你在中央扶手里面。除了什么卫生纸啊、湿纸巾啊，一大堆乱七八糟的东西之外，这个东西一定要放那至于说，这个智能车是不是有这个问题啊？其实现在串流平台上有一部电影，他就在讲这件事情，他就在讲说有一天断网了，但是特斯拉的车子却可以一步一步的全部挤上高速公路，然后全部撞毁在匝道上面。其实这个也隐喻了一些事情。至于说有关于军事迷的部分啊，小舰长也是算半个啦。那其实，在最早之前，4年之前，有一个所谓的网络的论坛叫做超级大本营啊。那超级大本营本身，它讨论非常多的解放军的军事的部分，而且讨论的非常细致，而且都是有图有真相啊。所以小舰长当初在里面看到的很多，可是后来4年前，他就规定不准使用了。而且军事博主也不准再使用爬墙党的内容，就是在那个围墙上面直接拍照啊，这些已经不准了。那现在出现的样态是什么？也就是那个我们常常看到的福建舰的照片啊，因为它是在浦东机场的下滑道的那个路径上面，所以有很多坐飞机的就顺便拍。那这样现在也看来是不行。不过小舰长，我要在这边特别澄清啊，我所用的中国知网都是开放性资料，而且它经过保密审查，只是让给大家科普一下，其实并没有关于我们台湾泄密或者是解放军泄密的相关问题。好，请教彬哥，你怎么看？赵安吉这个案子当然是蛮奇怪的，就是以他的驾车的熟练度。怎么会突然之间就这样栽进去？而且你要跨过这个栽进去，那个他往后倒车，那动力要非常大才对。而且想问的是，他没有办法及时的回正，或者是所以这个是蛮奇怪的一件事，当然引起很多调查了。那照理来说，以特斯拉它的行车电脑上面应该是有记录整个案发最后的状况到底是什么，应该把那个记录调出来就知道了。那为什么还会拖这么久，没有办法得知？所以难怪阴谋论会起来，因为你说。就是骇客有没有可能入侵像智能汽车里头，然后去操控它？当然是可能，其实当然是可能的。所以在这种状况下，会不会出现这样的意外事件？这个真的很难说。那但是会不会牵涉到这些相关的阴谋论呢？我是觉得这个恐怕还是有待进一步的证据，因为你要说要用这种方式去就是干掉它或者做它的话，真的有这么大的利益影响吗？或者有这么多的事情需要去做这样的一个事情吗？我是存疑啦。那只是这也给大家一个警讯，也就是未来智能汽车越来越发达的时候，类似的状况可能都会出现在你我身上。那我们怎么样去避免会出现这样的状况？这个其实就是好，所以我们来看看在美中互相的很多的对抗里头，大家在看说，美国会为了私利去出卖盟友吗？那当然有很多各种的报道啊、传闻啊，其中这个南韩发生的事情是 KF-21战机
泄密，怎么回事？韩国跟印尼合作开发生产的这个猎鹰战机，现在正在进行飞行测试喽。那被说还拿来说我们很骄傲哦，其中有很多先进的技术，展现了我们的能力，但却发生其中有印尼工程师的 USB 机密资料被外泄了。那其中试图要窃取的资料嫌疑方是谁？居然传出来是美方哎。那根据这个媒体的 Min News 的报道，说这个案子牵涉到很多第三方国家要窃取情报。尤其是美欧的技术跟产品，在 KF-21里面得到了大量的应用，被说这是一个丑闻甚至会引起重大的外交争议。不过，因为过去美国去窃听青瓦台也不是新闻，那长期被说是40年来的公开秘密。从1970年开始 ，CIA 就说被证实用各种手段去窃听人家青瓦台，逼着人家总统还要高官开会开着电视开会，真的是很离谱。2023年五角大厦流出最新的是去年最新流出来的文件里面，还显示尹锡悦到现在还被窃听常常就有很多因应措施，什么到庭院去聊天到庭院去讨论事情，才不会被窃听。技术据说是透过玻璃震动等等的远距就可以去想办法掌握跟窃听。这当然现在还是不是我们真的不知道。但美方有没有可能这样做那以美国强大海巡，希望强化印太部署，至少企图心日如此。就说中国大陆近年来积极在扩张印太地区的影响力嘛所以呢，他就用美国就派遣到印太的国家安全巡逻舰。这艘叫做巴索夫号巡防舰去加强跟盟邦的合作，因应对于中国要抗中这样子的防堵的违宪里头那当然日本跟印度也是，日本的岸田文雄首相跟印度外长见了面。这位外长叫做苏杰生，两个人见面呢，是为什么呢？被说是要推进印度跟日本的更进一步的合作。那其中在日本的口里面讲的是说，要引领社会协作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推进合作，是不是？这跟美国所部署的印太部署都有密切的关系，其中印中的关系最近有点紧张除了先前一直有小规模的这种民兵的冲突之外，现在印度政府又从西部边境多抽调了1万名士兵到边界去，那派往中印具主权争议的这个边境去呢，跟现在有的这个部队加一加9000名的士兵，组成了一个新的战斗指挥部。为什么？这个印度方面的国防部长说，假设有人袭击印度的话，印度的武装部队就有能力做出适当的回应。这一点毛宁给予回应了，他说新德里的这种动作不利于维护中印边境地区的和平与安宁，印度在中印边境加强军力部署，不利两国为缓和边境局势所做的努力。但显然呢，缓和边境局势现在看起来是加多了兵力在这里那俄乌战场也是一样它跟美国有没有关系？当然有各种说法说，哎呀，因为美国在打大选嘛会不希望俄乌太快结束战争，这个乌克兰又该情何以堪？ CNN 最新的一个独家报道是告诉大家说，华府在2022年的时候，就曾经为了这个 nuclear strike， 就是核武攻击俄罗斯准备要做核武去攻击乌克兰了。那早就有所掌握。那华府的官员在这个报道里面说，这个准备呢是为什么可以停下来，让俄罗斯没有真的被俄罗斯真的用核武去攻击呢？是因为争取到中国跟印度的帮助，阻止俄罗斯发动核打击，否则的话一发动，欧洲还不是打美国呢，欧洲会变成核战场。那当然，俄乌的战事一直看不到尽头，美国的援助卡关。那现在传出来，《纽约时报》的报道是说，美乌关系出现裂痕，这个是来自于泽连斯基这边有些抱怨，就是说你们呢对于财务上各种的援助是帮不上忙，结果呢又要一直给指导期啦，一直下指导期，让美乌方有所这个抱怨，而教宗也跳出来喊话了他说乌克兰要勇敢的举白旗，要拿出举白旗的勇气。方济各说的，要透过谈判想办法终结跟俄罗斯的战争。这也是教宗第一次用举白旗就认输的概念或被打败这种词来描述乌俄战争，这样才有办法让战争结束。但现在没有一方好像愿意承担这样的历史的责任。亮哥，所以我们从这个南韩的事件看起，就看到美方如果跟其他国家的这种 CIA 的各种关系里头，角色真的是非常的复杂。
其实只要跟美国曾经有过紧密关系啦，那更不要讲说现在还有共同防御条约，或者有大规模的美军基地驻扎这一类国家啊，像韩国啦、日本啦、菲律宾啦、德国啦，100%你所有的事情他都知道，这有什么稀奇呢？对不对？那有一些北欧国家特别亲美的，他甚至让你直接进来监听，比如说丹麦啊。所以很多欧洲的通讯中心就是在丹麦啊，那他都会知道了啊。那南韩登这种新闻就是很可笑嘛，连台湾都已经不再有美军基地了，也没有共同防御条约了，我们能够躲过美国的眼睛吗？你去看蒋经国一度试图做原子弹，结果呢，副院长就是 CIA， 你去想一想。他部件很深的啦，他有各式各样的方法啦，尤其是军情单位啊，所以这有什么稀奇的？比如说你台湾，我们台湾上次就是买那个荷兰那个潜舰啊，还有跑去跟法国买拉法叶，美国就很生气啊。那事实上买荷兰那个后来历史真相就出来了，就是李登辉真的是不是有人就转过那个印尼去协助购买。那美国是不允许有这种行为的啦，你的军购啦，还有其他的重要的，比如说我们台湾的国安会秘书长，你能够不经过美国同意啊？我认为搞不好不止秘书长，搞不好连那个国安咨委都要美国同意哦。哇啊，所以你就不要低估它的能量啊。这个，所以韩国炒作这个新闻真的是蛮奇怪的，这有什么好炒作的？你到现在连战争主导权都没有。美国战争权还没还韩国嘞，所以当然他所有的事情他都会知道啊，所以更何况这些国家都是当初人家救你的，哦，日本是被打败嘛，菲律宾根本就是被占领，那韩国是美军介入才救了你回来的，所以他当然就部件很深啊，这个一点都不意外了啊，这个坦白讲，那个中印哈小打小闹啦。那个地方那么冷哈，也打不长啦，也很难打久。打不大的意思吗？所以我每次看到这种新闻，我都懒得看下去。哦，真的。这个很难想象会有结果啦。而且中国大陆现在的运输能力比以前要好很多，所以那个驻军即使没有在现场，他要增补也非常快啊。而且印度如果打过去那边的地形对印度是不利的啦。你如果对那个比较上端。直接下来德里那个地方对印度的地形是不利的，是藏兰这一边对它有利啊。可是比较容易争执的是上面那一边嘛，并不是下面这一边嘛。所以我是觉得宣示意义比较大啦。对啦，就是大概又有点不高兴了啦。反正印度跟中国关系就一直都是这样嘛。一样是跟我们官员我方威武的概念一样啊。县长来看最近这些地方，我先说一下，我完全符合亮哥说的印度的这个东西。除了亮哥说那个之外，最重要的是那里的利益不大。你推前10公里，你退后10公里，对你国家生存有多大利益？你知道拥有什么利益？但我今天一定要特别强调一个，这个教宗这个讲的话。教宗啊。我今天早上看到他讲的全部的话完整的，我坐那里想了很久，我非常的感动。我把你这里只有2句而已，我把这个整段我很慎重的念给大家听，希望尤其在台湾这个时候，我们仔细想一下你去看，教宗这么说的啊，我相信最坚强的是那些能看清局势、为人民着想、勇敢举起白旗并进行谈判的人。谈判是一个勇敢的词。当你看到自己被击败，事情进展不顺利时，你必须有勇气进行谈判。止血的概念。我跟你讲，这就是他说的话。这句话完完整整的，几乎一个字都不要改，可以送给我们现在的国安团队。我实在要改，我只改这么一句话：当你预判自己会被击败，而不是在俄乌。当你看到自己被击败，就是我们只是没有实际打而已。但是这个东西我看完之后，为什么很感动？你知道？我突然发觉，那些喊打喊杀要站到最后一兵一卒的人，
不是勇敢的人，反而是现在你站出来说对不起，我们的敌人太强大，我们应该要谈判，我们应该要保护我们的人民，不要免于这些血汗的这种尸山血雨的时候，那才需要很大的勇气。你试试看，这两种人今天在台湾出来，谁会被千夫所指？其实是赞成要，但谁对人民危害最大？没答案也错，很清楚。讲得凶的那个很容易。接着我很快讲一下这个欧洲的这个会变成核战场哦，我还真同意的。将来如果全世界有一个地方会变成核战场，真的是欧洲。为什么你知道？任何一个有核武的国家，它为什么会想要使用核武？你知道吗？因为它要被消灭了。世界上有9个核武国家，你去一个一个掐指看，他的敌人是谁？他自己的力量大不大？你会发觉有7个国家哦，通通力量很大，你根本不可能把它消灭，所以他不会面临这个问题。像美国也好，俄罗斯，你消灭不了他的。2个国家有可能，一个是朝鲜，一个是以色列。接着因为它2个国家小，力量小。接着你看这2个国家的敌人是谁？朝鲜大概就是南韩跟美国。以色列呢？以色列有30-40个那个伊斯兰的国家都想把它消灭啊！你知道他的敌人很大，现在只有美国在撑他。如果美国不撑他，他可能被消灭。所以这个世界最可能使用核武的国家是以色列。我倒霉的是欧洲，对，所以他还是欧最倒洲。霉。这怎么？周老师，好，这个沿着核武那个问题哈，在1958年就是金门823战役的时候啊，那个时候其实美国当时这个国务卿叫做杜勒斯，曾经暗示过说美国可能会使用核武来支持中华民国。那么你在对照现在这个美国在这个最近 CNN 这个报道，你会发现到说，其实美国的权力对照当年啊，其实真的有蛮大的落差。所以那个时候，美国其实是敢于说他虽然他是暗示啦，不是明示，但那个时候美国是敢于宣称说他要使用核武。但现在经过了这么久，他才揭露出来说当时有这个准备。他不敢揭露，当时他不敢公开宣示，为什么？因为他知道这可能会带来一个连锁反应，最后可能就变成了一个什么呢？自证的预言啊，就是自我实现的预言。那因此，我们当然也就看到说，现在其实啊，真的在这个国际的这个战争冲突啊不断增加的时候啊，往往外交的智慧才是最关键的。怎么样能够通过谈判去缓和紧张？怎么样通过谈判去解决冲突是最关键的。现在当然大家都看到，就是乌克兰这个情势到底有没有可能通过谈判去解决？那大家知道，这个在目前瑞士现在即将要召开一个这个所谓的和平峰会，那据称是在乌克兰的请托之下去召开的，所以呢，很多人就说，那这个里头就不会有俄罗斯啊。那因此，中国大陆就派了李辉。从这个莫斯科啊，然后到这个基辅啊，然后一路到欧洲去，当然也跟瑞士去谈了，因为瑞士的外长前不久才访问了北京，邀请中国大陆参加。那当时中国大陆呢看起来兴趣缺缺，但事实上来讲呢，现在有一些媒体也揭露了，就是说其实李辉跟跟瑞士的外长呢正在积极游说乌克兰方面能够接受俄罗斯也能够参加这个会谈。那这里头其实关键是什么呢？就是说乌克兰要求说俄罗斯参加会谈的前提是俄罗斯必须要俄罗斯的军队要全部撤出乌克兰，而俄罗斯要求这个乌克兰参加谈判的前提是什么？就是说呢，必须2个，一个是说乌克兰必须各西方国家要停止对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第2个就是乌克兰的总统泽伦斯基必须要废除他在2023年下半年所提出来所发布的一个命令，就是说只要普丁在任内，他就不跟这个俄罗斯谈判。所以现在双方有一个就是慢慢在谈这个，就是双方怎么样把彼此的条件都拉近啊，能够使得双方都坐上谈判桌。然后现在整个这个谈判的动能越来越强，包括上个礼拜土耳其也提出来说他愿意来召开这个会谈，所以很多国家都提出这个邀请。但是呢，关键是什么？关键是
欧洲能不能够扮演这样一个平衡的砝码？因为欧洲马上在6月就要举行欧洲议会的选举，如果在议会选举的时候被你的对手认为你是向普丁让步，那可能你就没有办法，你获胜。所以说，因此说，这个欧洲在6月以前大概很难扮演一个积极的角色，这也就变成使得整个谈判要延后到6月以后。好几场战事世界都还在打，不过科技战当然也是美中当中这个暗潮汹涌。其实已经摆明着来互相在做一些防守攻击的动作。例如有个最新的新闻消息是说，大陆的学生到美国去留学，过去本来大量的都是如此，但现在呢，屡传出来中国留学生入关之后，就在机场被关到小房间小黑屋啦就接着就被迫强制的遣返回国。1月初就有这样的学生，化名叫做孟非，他是个博士生，就被关在这个屋子里50个小时。又传出华人的哈佛博士也在这里被关了20个小时，这么多。然后总之就是怕他们来这里把一些高科技新的这个技术学回去吗？毛宁他就对此发出的回应，他说美国海关远超过正常执法的范围，敦促要停止打着所谓国家安全的幌子滋扰中国赴美留学生。也就是说，互相怀疑谍对谍的情况是越演越烈，从小到大都是如此。例如美国议员好了，他提反制共产中国法案，多方要围堵北京扩大影响力其中这个众议员贺恩说，因为经济军事影响力很大包山包海什么都要所以中国要甩开美国的科技发展，就点名境内的各种中国国防科技航太5G晶片什么通通都要检视，然后避免被中国利用美国的资金急起直追。还有美国的港口乔氏起重机有80%中国的制造。那现在连美国国会都会对于全美的各地港口装了这个起重机要去调查就怕里头有什么，有监听通讯的设备，有国安疑虑双方已经疑虑到这种程度了。那当然 TikTok 讨论的更是在美国也是越演越烈。美国议员提的这个切割 TikTok 的法案，要求中国的母公司尽快中国字节跳动半年内要把这个股权给切分出去。那拜登已经表示，如果成案就会支持。但当然，我们昨天也谈到了，他们发起了用户电话抗议，也让这些议员饱受很多美国民众的电话，因为毕竟1点多亿的美国民众都在用目前 TikTok Shop 说是买购物的平台席卷东南亚，被说是成为资讯战的利器吗？那么，因为借着社群娱乐电商东南亚市场在这里TikTok 也占了非常大的市场，全球收入高达200亿美元。就有厂商说，哎呀，以 AI 直播主进行网红行销，准备要在这里反而更多的投资进去。欧美很多的企业都想收购抖音、微软、甲骨文因为这里才是赚钱的摇钱树，新形态的一个行销的利器跟手法。那因此呢，资讯战打到哪里去？打到太空去了2战之后，最新五角大厦公布一个消息，真的吗？我们常常听到各种不同版本以前有人说，哎呀，好像真的有外星人。那这次公布是说没有外星人的证据。这个是美国国防部公布的 UFO 报告。他说，美国政府从2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就调查没有发现外星科技的证据，并且断定大部分都是普通物体跟现象是错误识别的结果结果他发布地图统计那很多1996年到2023年最多目击，有人通报说目击 UFO 的那个优浮飞碟的位置都是日本美国海岸线美国海岸线说是热门的位置。热门的地点，那当然大家看说，这可能也都是军事部署相对多的地方。美国还很多次是以这个 UFO 事件当作大国角力的攻击武器结果在这个公布里头的资料里面，还有全领域异常现象解析办公室主任出来讲，虽然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发现外星人活动的证据，但不排除有些 UFO 其实就是俄国跟中国新兴进步的技术，所以飞来飞去被大家发现以为是UFO， 以为是外星人而已嘛。亮哥，科技大战没完没了。我看美国比较多了。这个小黑屋事件这个真的非常离谱，因为它的时间长达20到50个小时，那几乎已经形同羁押了不是人权国家吗？对所以你干脆不要给人家那个入境许可就好了，他就不要来嘛。那显然就是
你来了嘛，所以我就把你关到小黑屋，我从里面要侦讯，要得到情报嘛。那他手上一定有你的资料了，不然怎么可能侦讯到20到50个小时啊？就是说，通常会有这种情况没有错哈，可是通常就是他顶多就是带你到旁边去，然后问2、3个小时这样，2、3个小时都算很长了，都算很长了啊。那通常是可能你走私啦，或者夹带违禁品啦，那怀疑你进来这个国家的目的啦，比如说怀疑你是不是恐怖分子啦，或者是你是反美人士啦，这个有啊。可是那个时间都不长，你这个已经到20个小时你为什么不干脆不让人家入境？然后还要这样来折腾人家，这没有人这样干的。人家是应该是合法取得了就学的一些权利的。那你如果怀疑他安全有疑虑，你就不要让他入境嘛，或者你就直接去跟那个学校说取消他入学许可啊，这个行政上都做得到啊。那你为什么要这样去整人家嘞？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美国的恶搞啦，等于就是他的安全部门已经是，我认为已经乱搞到了不可思议的程度了啊！就是你收集不到情报，结果用这种方式在乱搞啊！那不过这个也是给中国的留学生一个警告了。为什么你还要留美呢？我是说理工科的，你为什么还要留美呢？我认为他们一定是这些理工科的学生在大陆跟某些机构有过合作关系啦，那他要问一些有的没的啦，这个，所以我觉得中国大陆的学生就自己要想清楚了啊。事实上，大概两年前嘛，那个时候不是有那个1000人计划，然后在美国有的人已经待很久了，都已经是美国籍了的大陆人士嘛，因为他跟大陆申请补助来美国做研究，那个时候中美关系还蛮好的。那结果都被事后追溯啊，结果后来有1400人就已经在美国的研究员就回大陆去了，驱逐回去啊。那我觉得，如果这种事情都已经明明白白摆在你面前了，大陆有一些已经根本就定居在美国的人，最后还觉得实在是做不下去，然后回去大陆，那你大陆学理工的还要去美国留学，你不自己找死吗？那不能向往哈佛的学那你未来就业也有问题啊，因为就是你学的东西，不然你就不要学敏感的东西嘛。你如果是学别的，大概都没事啊。就是敏感科技，就没什么学术自由了啦。不，你如果学那个文法商，学哲学觉得没事，文法商没事了，美国历史也没事，法律也可以啦。可是就是敏感科技啦，尖端的，就是美国认为是尖端的嘛，你就是不能学这样。因为现在军民合用的那个科技越来越多嘛，是。然后坦白说了，中国大陆也一大堆科研机构啦，或者是各种单位啦，你可能都曾经有过合作关系嘛，所以你就很容易被莫名其妙的力量盯上了。我也不认为美国整体都这样，可是你就是会碰到嘛。无限上，我相信这个不是系统性的这样查啦，对，不然为什么到现在只有2个 case？可是就是有这种人啊，那你碰到了就算你倒霉啊，就是这样。的确在这种剑拔弩张，好像跨的欧亚的亏情不知道会到什么严重的程度。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球上到底有没有外星人来台湾？我不知道啦，但是有没有在其他地方有各种的目击者、各种资料？五角大厦一直都说，好像先前有公布过疑似是的证据，但这一次启动调查之后，还有五角大厦出来讲话了，没有外星人的证据啊。当然，这个东西有很多种说法，你上网络看就哇太多了。但是我先跟大家说明一下宇宙大概有多大。第一个，我们住的是太阳系嘛，太阳在中间有9颗行星。人类到目前为止，我们所有的科技大概只能到达火星跟土星，连那个最边边的冥王星都到不了，就是这样的。那接着我们住的这个太阳系的这个星系叫做银河系，银河系有1000亿个这种叫恒星系，1000亿哦。你再把这个数字写来，1000亿是多大？哇，这么大！银河系从左圆到右圆这样子跑
是2万光年这个速度，2万光年从左到右，意思就是说，我们中国历史这么悠久，从皇帝跟自由大战那一天开始，你从银河系的这一边往这跑到像我们现在银河系跑了1/4，才跑到半径，中心都不到，只跑1/4，然后银河系再往外，宇宙有多少这种叫做星系，你知道吗？又是那个数字1000亿个，每一个星系隔多远？所以讲完这些东西之后，这讲不完，我们只剩2分钟。好，我现在肯定的告诉你，这个世界，这个宇宙一定有外星人，可是它如何横跨这么庞大的一个这个宇宙来到达地球？到目前为止，最快的速度就是光速嘛，没有一个理论能说服我说外星人有能力横越这么遥远的到达地球。那所以现在所有的你看得到大概2种，一个就是冬眠，他上了这个太空船就跟他催眠，哇，可以睡几年。可是你想想看，光是跨越银河系，它要一半1/4就要5000年，你冬眠5000年吗？光年之外，那不可能的。第二个就是虫洞，可是真正虫洞到底能做什么，我到今天都不知道。所以我可以告诉你，我相信这个世界宇宙要宇宙一定有外星人，但是截至目前为止，我所有我知道的物理、科学、化学、科技，没有一样知识能够说服我说有一个外星人能够横跨宇宙到达我们这里。有一天如果真的有的话，来证明告诉我，否则光是这些各种的网络，我不能说是一定没有，也许有。也许人类有一个我们不知道的一个技术，所以我们才要听官方的报告说嘛。五角大厦先前曾经公布过一次，现在又说没有外星人的证据，那当然我们就只好继续观察咯。哦，休息一下，马上回来。科技大战在中美的对抗里头，很多一部分会被认为是认知作战，例如 TikTok 现在在国会的部分就非常多反制的行动。因为国会就是美国国会的能源与商业委员会刚以50-0通过了这个法案。那这个法案当然就是禁止这个 TikTok 在美国继续使用。那要不然 TikTok 就得要出售它在美国的这个分公司。那这个法案其实当然就我觉得两个观察面向啦。第一个观察面向就是说，为什么它会通过？因为50-0是非常就一面倒了。没错。那当然其中有一个解释就是说，因为 TikTok 发起了这些网友啊，这些一般的民众去到国会议员办公室去游说啊，就是说你看这个对我们来讲有多大的这个重要性啊，我们每天都在这个 TikTok 上面浏览啊，所以他说你看这就是证据，说 TikTok 已经成功的洗脑了美国人，所以一定要通过所以就是说有人是说这个 TikTok 发起的这个游说呢，其实造成了反效果。那到底是不是这样？我觉得其实是有待观察。但不管如何，50-0的确是一个非常惊人的一个数字哈。那当然也反映到就是说，因为选举快到了，所以说这种反中的这种气氛是很容易被炒作起来的。第二个，我觉得其实还是要看说这个案子到底后来会怎样。大概现在有几种可能性。第一个就是说因为他现在通过了之后，要到就是下个礼拜3。在这个众院的全院委员会会投票，一旦通过了之后，当然大概就要进入参院，参院当然就是另外一个程序。那如果两院都通过了以后，现在拜登总统已经说他一定会签署，所以说因为拜登已经表态，所以他在参院被通过的可能性是很高。可是 TikTok 说，因为这个违反美国的